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1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那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 YouTube 会员，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老师的工作。好，那么欢迎大家，欢迎 Alexander、艾云、林子、蓝墨、裴静，还有 Halloween。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汇是每天应该都会看到的字哦，特别你有关注一些新闻的话哦，特别会看到这个字。好，先跟我念一遍，关。关，其实它的发音跟关门的关是一样的，对不对？哦，关，官方，官方 ，Hello。春娇、秀珍还有佩霞，欢迎。好，官跟官方，基本上今天我们就来学官这个字怎么用。好，那官是什么意思呢？官的意思就是 government official。那基本上现在的官是在政府里面担任公职的人啊，所以你们会听到外交官或者官，像是你们市长或者总统也是官，行政院长也是官，外交部长也是官啊，在政府现在的官指的是在政府里面担任公职的人啊。好，那么对，像林子说的外交官啊，那官呢，在古时候就是在这个可能是在古时候是在皇室工作的人，或者是帮皇帝服务工作的人啊，这个也叫官。古时候也有官啊，现在也有官。那当然，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的职务可能跟现在有一点不一样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他在宋朝时做官，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呢？这个人呢，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官啊，那他非常的公正。我们上一次学到公正，他是一个非常公正无私的官，所以如果有人有冤屈了，那么会找他帮忙判决。他很公正，他不会偏袒任何人，就算你是皇帝的亲戚，你是皇帝的朋友，他也会公正的判决案子。所以这个在中国古时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官，我们叫他包青天啊，包青天。那现在你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可能会看包青天的电视剧，那这种古装剧哦，古装剧很好看他演的就是包青天怎么判案，包青天怎么判案，他就算是皇帝他也不怕，他不畏惧权势，他只会公正的办案啊。偏袒我们上一次学过了，对不对？你们还记得这个词吗？偏袒你们要把它记起来哦。偏袒呢，就是你站在那个人的立场，你去保护他，就算他是错的，你还是会保护他，这个叫偏袒有什么关于包青天的电视剧吗？有非常多呀，像陈世美呀、乌盆案啊，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包青天审的案子。那如果你们觉得老师我想了解包青天，你们可以到 YouTube 去打包青天3个字，会出现很多这种古装剧，这种电视剧，我觉得很好看。虽然他讲的中文有一点难，但是呢，只要你喜欢这个电视剧，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哦。好，对，古装剧好，
他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叫包青天，他的脸是黑色的，而且呢，他的额头有一个月亮的胎记，这个月亮的胎记啊，好，胎记。所以呢，这个都是包青天的一个外表的一个特征哦。他的脸是黑色的，他的额头有一个月亮弯月的一个胎记，弯月的胎记啊。然后呢，他戴的是官帽，我们中文叫官帽啊，表示他是在朝廷做官的人。然后他这里有胡子，对不对？哦，他的脸是黑色的，有没有看到他的额头有一个月亮的记号啊的胎记，对不对？好，这个人要记得他叫包青天啊，月亮的胎记。好，包青天在宋朝时，宋朝这个你们要知道中国历史才知道了哦，在宋朝时做官就是当官，你可以说做官，你也可以说当官呀。birthmark 对，胎记是 birthmark。scar 是这个叫伤痕吧？哦，中文叫伤痕啊 ，scar 叫伤痕啊，伤痕啊，伤痕 scar 啊，好的，做官或当官都可以。我们一般会说古装剧啊，古装剧伤痕，伤痕或伤疤也可以。哦，中文有很多说法，伤疤也可以，伤疤、伤痕，或叫疤痕，也可以叫疤痕，很多说法啊。好，这个 scar 有非常多的说法，伤痕啊、伤疤、疤痕都可以叫 scar。哦，受伤之后，或者有的人年轻的时候长痘痘，对不对？他去抠痘痘，把痘痘抠下来，结果这里有伤痕，这里有疤痕。如果你抠痘痘留下来的一个痕，这个 scar 我们叫做疤痕。哦，年轻的时候你们长痘痘会去抠它，哎呀，有疤痕了，脸上留下疤痕了。哦，那你如果被刀割到，这里会留下一道伤痕。好，我们中文可以说伤痕，一道伤痕啊。伤疤这个比较用在可能你的心里有一些伤疤，你受到了心理的创伤，所以你留下了伤疤，心里有一道伤疤。可能你被男朋友抛弃了啊，我的心里留下了伤疤。好，所以这些都可以代表 scar 啊，对，一道伤痕。好 ，OK， 那包青天额头上的不是伤痕，他是天生的，他出生就有了，这个我们叫胎记 birthmark 啊，胎记。另外一个叫做 moth， 就是黑黑的一点，你的脸上可能会有痣啊，那个就不是胎记，也不是伤痕，它是我们中文叫做痣啊，英文叫什么 moth， 是不是 moth？哦，脸上或身上可能也会有痣，黑黑的一点，那个生出来就有了，那个叫痣哦，痣。好 ，OK。乔马说：“我被女朋友欺负了，我被女朋友抛弃了，她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伤疤。”哦 ，more 对 more 对，很好 more 好，好，真的、啊，乔马你被女朋友抛弃了。啊，欺负了，不是抛弃了。哦，没事，男人马上就恢复了啊。男人被女人欺负，没事，一下就恢复了啊。好，我们往下看。好，我们有很多关于官这个字哦，特别是现代。现代呢，我们有很多官，古时候当然也有。现代的官，我们可以叫它外交官 （diplomat）， 外交官啊。好，这个记得。外交官是代表国家去外面跟其他国家交流的人哦。好，代表国家跟外国的这个人进行交流，这个外交官也是个官员，对不对？官员可以是市长，总统也是官员，对不对？可以是外交部长，可以是行政院长，可以是
内政部长，这些都是官员，政府官员。特别我们会加上政府，表示 government official。好，我们说政府官员，我们不会说政府外交官，我们不会说政府军官，不会，我们会说政府官员啊。好，那军官当然他是一个 soldier， 他是个 soldier， 但是他的阶级比较高，军官的阶级 rank 阶级比较高一点啊。你们知道阶级吗？阶级比较高一点啊。阶怎么打？阶级，阶级哦，他的阶级比较高一点，他的 rank 哦，他可能不是一般的士兵啊，他可能是上尉、少校、将军，他的 rank， 他的阶级比较高。这些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将军，这些我们都可以叫他军官。军官啊，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警察，有一种人他是警察，但是他也是阶级比较高的警察，我们可以叫他警官啊，like police official， officer， police officer， 我们中文可以叫他警官，他是警察，他是 police， 但是他的 rank 阶级比较高一点。我们可以叫他警官啊，警官啊。好 ，OK， 我们来做题目。这个政府什么因贪污入狱？好，入狱就是被关起来啊，关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狱里面。好，那是什么原因他入狱 ？Sent into jail？ 为什么？因为贪污。贪污指的是官员去收别人的钱，然后做出一些自私的事情啊，这个叫贪污。他可能收了公司的钱，收了别人的钱，然后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个叫贪污啊，贪污。好，这个政府官员答对了，这个政府官员因贪污入狱。好，表示他被人发现了，所以他被抓到监狱里面了啊，贪污腐败没有错啊。好的，有没有问题？这个政府官员因贪污入狱。好，没问题。我们看下一题，我再念一遍啊，外交官、军官、官员，刚刚还教了一个警官。艾云说，可不可以说这个政府官员因贪污坐牢？坐牢比较是 be in jail， 但是入狱有一点，它是 under arrested and then sent to jail 那种感觉。入狱我觉得比较是他被抓了之后，然后坐牢。他被抓了之后，然后坐牢的感觉。对，没有错，入狱就是 sent to jail。Sent to jail。 好，麦克阿瑟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什么？他是将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位美国将领？美国的将军叫做麦克阿瑟啊，麦克阿瑟将军啊，他是一位著名的美国什么？他是外交官还是军官？他是哪一种？还是官员？他是军官，答对了，因为他是将军，将军是一个阶级比较高的军官。我们的答案就是麦克阿瑟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军官，他是一位将军，对不对啊？好像是2次大战的时候，对不对啊？他是负责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将领，美国军官啊。好的，没问题。我刚刚讲太平洋战区，英文应该翻译成 Pacific War Zone， 对不对？太平洋战区，2次大战 World War II， 2次大战的时候，麦克阿瑟是美国的太平洋战区的将领
他是一位将军，没有错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会员，支持老师的工作。谢谢大家。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叫做官方。好，官方它是一个形容词，其实它也可以当名词啦，一般是当作形容词，它也可以当作名词啊。好，那什么叫官方呢？一般来说是由政府或者是国家发布并认可的事情，可能是公告，它是个官方的公告 like official announcement， 或者它是个官方语言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官方语言所以官方语言就是 official language 像台湾的官方语言就是中文，对不对？台湾的官方语言是中文，日本的官方语言是日文，对不对？每个国家的官方语言都不一样你们国家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官方频道可以啊，比较少这样说吧。官方频道，央视吧。如果是官方媒体或频道，可能我会想到央视好，我们看句子。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新加坡的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 是英语。好，所以官方的意思就是政府或国家订立的、认可的、发布的。好，发布 to issue， 认可 to recognize 所以是国家正式的一个消息或者是公告泰国的官方语言是泰语，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文还有印度文印加语，对不对？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还有印加语，对不对我记得是这样子，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印加语印加语好 OK， 官方频道其实可以了官方等于正式吗？不一定哦。官方跟正式是不太一样的正式除了表达是官方的之外，还可以比如说我正式的可以当副词，甚至可以当副词。正式表示用一个就是很严肃的方式就是不是随便的所以正式的意思比官方更多所以两个不一定是一样的OK， 好有同学问说 Where do I start on your YouTube channel? You can start from HSK 1 OK, start from HSK 1 OK, Hindi 对，印加语我们应该中文翻译成印加语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好，我们看看官方的这个常用的搭配词汇有哪一些缅甸的官方语言是缅语，我们可以说缅语缅语可以，缅语好，官方说法，好，官方的说法可能是政府发布的一种说法，所以官方说法一般来说代表政府的立场是一个正式的发言，这是官方说法。那实际上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政府是这样说的啦，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晓得。一般来说官方说法都是冠冕堂皇的，不是真的，都是安慰人的，都是骗人的，我觉得啦我刚刚讲的冠冕堂皇谁可以帮我打一下？就是讲得很漂亮很好听，其实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棒，对不对像政府常常说我们国家呀贫富差距没有很大啦，我们国家呀经济发展很好啦，这都是官方说法，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子冠冕堂皇，我念的冠
冕堂皇，冕，冕怎么打去了？冠冕堂皇，冕堂皇，我怎么打不出来？冠冕堂皇，打出来了。好，冠冕堂皇不好念哦，这个真的很难念。冠冕堂皇就是讲得很漂亮很好听，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好啊，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好，这个叫冠冕堂皇啊，冠冕堂皇。政府喜欢讲冠冕堂皇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好，经济成长率根本就没有那么好，失业率根本就没有那么低，但是官方说法都会把这些事情讲得很好听，数字很好看，事实上没有那么好啊。哦，好，对，冠冕堂皇哦，好的，还有一个你们比较熟悉的叫做官网，你们常常听到官网 official website， 它的全名叫做官方网站，官方网站，但是我们现在都讲官网就好了。对，政府喜欢画大饼，真的，政府都喜欢讲好听的话哦。都喜欢这个把话说得很漂亮，事实上都没有那么好，人民感觉都没有这么好啊。政府都喜欢画大饼啊。好 ，OK， 活动详情请到我们的什么查询？查询呢，就是去 check， 去可能你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你会到那里去查询，或者你不了解这个情况。你会想打电话去查询啊，查询就是去问人，然后了解更多的细节，这个叫查询。好，活动详情，详情就是它的详细情况，我们叫详情。所以这个活动详情哦，在你们看到一些正式的公告上面，会常常看到这个词汇，活动的详细情况，它的 details 叫活动详情 ，details of an event， 活动详情，请到 please go to， 请到 please go to 我们的官网查询。答对了，广告都是冠冕堂皇。一般来说啦哦，冠冕堂皇讲的都是话，说的话比较多哦，冠冕堂皇说的是话比较多。一般我不会讲广告都是冠冕。广告里的，我觉得这样不太地道了哦。冠冕堂皇一般是指人说的话，人说的话太漂亮了啊，不会去形容广告啊。查询跟打听是不一样的哦。查询一般是查询一个事情的细节，还有它的状况。打听一定是打听一件事情或打听一个人。那你为什么要打听？因为你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啊，所以可能你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你可能想打听他的消息，所以比较像这个打听的意思，比较是去找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人，或者是一件你不熟悉的事情，我们才会去打听哦。好 ，OK，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题哦。根据什么？目前空难死亡人数不明。好，这个可能你们会在看一些新闻或报纸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段话。根据 according to 这个非常重要哦，一定要记起来。Based on 根据，目前 currently， 我们一般用目前是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哦，一般新闻啦、报纸会看到这个词汇，目前so far currently 啊。好，那么空难，好，空难就是飞机失事了，飞机出事了，飞机发生意外了，这个我们中文叫空难，空难。好 ，air crash， 死亡人数啊，这个一样常常用在新闻上面啊。死亡人数就是死亡的人有多少，死亡的人啊有多少。好 ，OK， 然后不明，什么叫不明？老师就是 not clear，
，not clear， 不明就是不确定的意思，不确定、不晓得、不知道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现在空难啊，这个飞机失事死了多少人不确定，不知道，还不明白，我们不晓得啊，不明就是不确定啊。好，所以这句话如果你在报纸读到，你马上就可以了解，根据官方说法，就是政府的说法啊，政府的说法，目前空难死亡人数不明。好的，所以这题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官方说法，目前空难死亡人数不明。好，我觉得官方这个词汇大家要把它记起来，因为这个算是新闻里面常常见到的用语啊，所以大家要把这些词汇多了解一下。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会不会觉得很难呢？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课有一点难，那也很好，我们今天学了不少词汇，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下周见咯，希望大家周末愉快。还没有周末了，预先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早点休息，晚安咯，拜拜。